Hello， 欢迎回来我们的拯救老旧装置系列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救一台很经典的机器，一台看起来、摸起来都还很棒的旧款 MacBook Air。但问题来了，就是因为它太旧了，软体跟不上，结果现在只能放在角落藏灰尘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来让它重获新生吧。这个问题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耶？你家里可能也有一台像这样的 MacBook Air， 硬体明明都好好的，开机还是那个经典的 OS X Yosemite 系统，可是现在连上个网都可能跟你说凭证过期，什么都看不了诶。难道它真的就只能拿来打字，变成一台超贵的打字机吗？当然不是咯，答案就在这里。我们这次用一个很聪明的方法，安装 Mini OS， 而且是让它跟你原本的 OS X 系统一起并存，谁也不打扰谁。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它从那个布满灰尘的角落给救出来，让它变回一台真正有用、下叫的电脑。好，我们马上来动手。不过有个很重要的点要先讲，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哦。就是 Mini OS 这个系统啊，它本身其实不认识这台 MacBook 的 Wi-Fi 网卡，所以在我们对 MacBook 动手术之前，要先拿我们的 Mini OS USB 随身碟去另外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，帮它把需要的驱动程式先准备好。好，第一步，先打开终端机，然后输入这个指令。你可以想象这是在跟系统说，帮我看一下我手上的软体清单是不是最新的。就像我们煮饭前要先检查一下食材，确保东西都准备齐了。接下来就是这第二个指令，这个指令就很直接啦，它会帮我们把 MacBook 需要的那个 Wi-Fi 驱动程式给装起来。白话一点讲，就是让 Mini OS 学会怎么跟这台 MacBook 的无线网卡沟通，这样我们最担心的上网问题就解决啦。驱动程式都搞定了，那现在主教要登场啦，让我们回到这台 MacBook Air 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用它内建的磁碟工具程式，在它的硬碟里帮我们的新朋友 Mini OS 隔出一个它专属的舒服的小房间。好，大家跟着我一步一步来哦。我们先选 Macintosh HD， 然后点分割，接着呢，就像切一块蛋糕一样，先把 OS X 的空间拉小一点，空出一些位置来，然后用这个新的空间建立一个新的分割区。注意哦，这一步最关键。格式一定要选 MS-DOS FAT， 也就是 FAT32 格式，这点超级重要。最后按下套用，就大功告成啦。你可能会觉得，安装呢？接下来的步骤可能会让你吓一跳，因为真的就是这么简单。对，你没听错，我们不需要任何复杂的安装程式，只要把你 USB 随身碟里面所有 Mini OS 的档案，用滑鼠拖过去，复制到我们刚刚切好的那个 FAT32 分隔区里面，就这样没了，安装完成。好了，来深呼吸，最紧张、最刺激的时刻来了。我们现在要重新启动这台 MacBook， 来亲眼见证我们努力的成果，一个全新的双系统开机选单。那大家记住这个口诀哦，按下重新开机。当你听到 Mac 那个经典的当一声开机声时，马上立刻按住键盘上的 Option 键，然后不要放开。这个动作呢，就会把我们带到 Mac 的开机管理员，让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要进入哪个系统。如果你操作成功，就会看到这个画面啦。这里有两个选项，很像两个时空胶囊。选左边的 Macintosh HD， 你就可以回到那个熟悉的老朋友 OS X， 里面东西都还在。但如果你选右边这个 EFI Boot， 我们就可以踏上全新的旅程，进入我们刚刚装好的 Mini OS 咯。你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哦，就是如果你开机的时候什么都不按， Mac 好像还是很习惯的，会自己跑去开旧的 OS X。不过别担心，如果你希望以后一开机就是 Mini OS，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设定。所以你想不想让 Mini OS 直接变成这台电脑的新主人？以后每次开机，它都自动准备好等你。如果想的话，很简单，我们只要再回到旧的 OS X 环境里面，做最后一个小小的设定就好。OK， 我们再一次打开 OS X 的终端机，先下这个指令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就像是跟电脑确认一下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刚刚切出来的那个 Mini OS 的磁碟区啊？确保系统有抓到它。好，这就是我们最后的魔法咒语了。这个指令叫做 Bless， 真的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是给系统一个祝福。它会直接告诉 MacBook 最底层的韧体说，
哎，听好喽，从现在开始，开机预设就是要给我进 Mini OS 这个系统。当当，任务成功！一台本来已经快被时代淘汰的电脑，现在可以说是满血复活，准备好面对新的挑战了。这就证明了，好的硬体只要用对方法，真的可以战胜时间，继续为我们服务。这次的经验是不是很棒？现在回头想一想，看看你家里的抽屉呀、柜子里呀，是不是也有些被你遗忘的旧手机、旧电脑？他们其实都还有重生的机会哦。动手去救活他们，不只有很有趣，也是一种对资源的珍惜。那你呢？你下一个想拯救的会是什么装置？